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巴菲特1998年佛罗里达大学演讲的一个片段啊，主题是巴菲特投资哲学里的两个核心命题。第一，什么是好生意？第二，什么是价值投资？这段演讲的质量非常高，不管你对投资是不是感兴趣，都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你也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用在自己的学习、工作等很多方面。那我们直接开始。 To start with, doesn't make sense to go with things that you think you can understand, but you can understand some things. I can understand this. I mean, you can understand this. Anybody can understand this. I mean, it's a simple business. It's not an easy business. I don't want a business that's easy for competitors. So I want a business with a moat around it. I want a very valuable castle in the middle. And then I want the duke who's in charge of that castle to be honest and hardworking and able. And then I want a big moat around the castle. And that moat can be various things. Our managers of the businesses we run, I've got one message to them, which is to widen the moat. And we want to throw crocodiles and sharks and everything else, gators, I guess, into the moat to keep away competitors. And that comes about through service. It comes about through quality of product. It comes about through cost. It comes about sometimes through patents. It comes about through real estate location. So that's the business I'm looking for. You give me $1 billion and tell me to go in the chewing gum business and try and make a real dent in Wrigley's, I can't do it. And that's the way I think about business. I say to myself, give me $1 billion and how much can I hurt the guy? Give me $10 billion. Give me $10 billion and how much can I hurt Coca-Cola around the world? I can't do it. Well, those are good businesses. 什么是好生意？首先你要不断的产生利润，那么诚实的管理层呢，会让利润归属于股东而不是别人，而护城河的作用就是长期保证这个利润是我的，别人进不来。这个比喻非常的精辟啊，环环相扣。我觉得这个分析模型呢，也值得任何一个创业者和投资人细细品味。但是我今天想讲的重点呢，是这段讲话里占最大篇幅的部分，就是护城河。你看啊，巴菲特他是很多公司的大股东，他本可以对这些企业的管理层提出任何要求，他可以说我要效率，我要利润，我要增长，都可以。但是呢，他却说我给这些企业的管理者一个信息，就是你要拓宽你的护城河。你感受一下这句话的力度啊，有护城河的生意就是好生意，没有护城河的生意就不是好生意。这是一个很粗暴但是很客观的论述啊。市场经济有一个很基本的规律啊，一个行业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有供大于求的倾向。因为人啊、钱啊、资源啊，它会自发的流向产生利润的位置，直到那里无法再产生利润。那护城河的作用就是，这里依然能产生利润，但是这个利润只属于我，别人进不来。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投资人，你是一个创业者，一个从业者，那么这个护城河是你要追求的，也是你要打造的。反之呢，一个没有护城河的企业必然会进入极其痛苦的内卷，你在这样的公司打工也会很痛苦，人力资本必然会被无限的压榨，早晚会进入这个阶段的，就是时间的问题。很多人对护城河的感受不够明显，是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行业周期。现实中很普遍的情况是这样的，大多数人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但此时这个行业处于风口之上，供需极度不平衡，那么你只要在这个时间做了这件事儿，你就会有钱赚啊，小日子过得会很滋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些竞争者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全都冒出来了，需求侧也在不断的进化，那么你的份额就会逐渐的减小，利润就会迅速的归零。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要么原地清算倒闭，要么你就坚持，但是越坚持越赔钱，大多数的企业就倒在这个坎上。这个体面的倒闭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啊，那有些人更惨，他把时代给他的馈赠当做自己的能力，盲目扩张，那就死得更快了。所以说逃脱这种结局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你要在供不应求的时间窗口关闭之前，尽快的去找到你的护城河，并且不断的拓宽它。你看商业史就会觉得这个脉络是很清晰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啊、科技公司，它大多都是靠模仿起家的，但是做着做着呢，它就必须要去做一些技术创新，要申请专利，它要做品牌，要占领用户心智，规模效应去降低自己的成本，或者用网络效应去形成垄断。最后你看到能够长期存活下来的公司，其实都是这个路径。所以说我们去做投资或者去找工作，去分析一家公司啊，你不要因为这家公司近期的业绩好，势头很猛，或者说话题度很高，你就觉得它前途无量。其实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他做的事情别人能不能做，他有没有一些技术上的、成本上的或者政策上的壁垒，使得别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做到和他一样。就像巴菲特说的，你给他的对手10亿美元，能不能伤害到他？如果伤不到的话，那这就是一家好公司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商业的世界是非常残酷的啊，那些没有护城河的企业，从风头正劲转变为溃不成军，往往只需要一瞬间。当然我觉得护城河这个概念不只是说对于做投资有启发啊，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它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你的学业、你的事业、创业，它内在的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你
自己觉得学历还可以，然后工作也挺努力的，但是你只能找到一个待遇发展很一般的工作，你感觉怎么都上不去了，就好像有一个屏障一样。那为什么很多职场上的中年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也没犯什么错，也没得罪什么人，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就被淘汰了，你也再也找不到同样好的工作，就造成这些局面。表面上它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护城河，你没有任何一个让别人迫切的需要你、离不开你的理由你提供不了显著的有差异化的价值。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很多就是一个普通人，你并不是天赋异禀，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家里的资源，你怎样去构建自己的护城河呢？我稍微引申一点这是我打工还有创业多年的体会第一个就是你对业务的钻研要足够的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要给同行做培训的程度，别人愿意来听你的课。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能找到一个你很擅长，但是呢你怎么教都教不会别人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你的宝贵财富，你要把它无限的深挖下去。第二个就是你的能力维度要多一些，比如说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交叉，产品能力和营销能力的交叉你每多一个维度呢，就会带来很多的化学反应，而且你多一个维度，你被替代的难度就会高一个数量级。第三就是你需要在那些需要时间积累的事情上下功夫，就比如说积累口碑吧。如果你在一个领域积累了10年的口碑还有人脉，那么别人想要做到和你一样的话，他也得花10年。那等他积累10年，你已经积累20年了，所以时间是天然的护城河。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你要掌握生产资料，有形的资料、无形的资料都可以。你不要单纯的去出卖劳动时间，而是要把劳动时间转换成生产资料我个人的体会就是以上4点当然有机会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充和交流。我觉得人在职场或者说是创业都是一样的很多时候你有一些短期的成绩得失，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很多你以为你能靠得住的领导，你能靠得住的一些资源，其实也都靠不住。从长期来看呢，真正能够让你安身立命的还是你的护城河。护城河就是让那些试图抢走你饭碗的人一看到你就会觉得绝望，他对你了解的越多，就越感到更深的绝望。所以打造护城河，拓宽护城河，这个是我们真正每天需要努力的地方。这里我可能扯的稍微有点远但是我开设这个账号主要就是分享一些对个人成长的思考，所以这里多说了几句。我们还是回到巴菲特他接下来要讲的呢是要划重点的。这个护城河我们刚刚说它是筛选好生意的最重要的条件，但是它也不是全部的条件。接下来他要说，那到底什么是价值投资？他做出一笔投资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的？ So I want a simple business, easy to understand, great economics now, honest and able management, and then I can see about, in a general way, where they're going to be 10 years from now. And if I can't see where they're going to be 10 years from now, I don't want to buy it. Basically, I don't want to buy any stock where if they close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tomorrow for 5 years, I won't be happy owning it. I buy a farm, and I don't get a quote on it for 5 years, and I'm happy if the farm does okay. You know, I buy an apartment house, don't get a quote on it for 5 years, I'm happy if the apartment house produces the returns that I expect. But people buy a stock and they look at the price the next morning and they decide whether they're doing well or not doing well. It's crazy because they're buying a piece of a business. That's what Graham, the most fundamental part of what he taught me. You know, you're not buying a stock, you're buying a part ownership in a business. You will do well if the business does well, and if you didn't pay a totally silly price. And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And you ought to buy businesses you understand. Just like if you're buying farms, you ought to buy farms you understand. It's not complicated. 这段话我看了很多遍虽然它只有1分钟，但是这是对价值投资最经典的论述。我这里总结一下，巴菲特能够进行投资的公司要满足哪些条件？你看以上所有的条件都是在分析公司本身，对吧？他没有多余的杂念。什么叫杂念呢？你看他要买一个农场，那这个农场只要满足我的投资条件就可以了，我就很满意了。他没有说今年最火热的行业是农场，所以我要聚焦农场概念，吃到农场赛道的红利，压中那个增速最快的农场。不是的他没有这个概念。你看他做投资，我们再说一遍，他一切的条件都在分析这家公司本身，而没有分析与这家公司无关的事情。他并不是去试图抓住某一个产业的爆发期，他也并不追求短期的业绩，我今年要取得什么样的净值，我要排名第几。他也不在乎自己错过了什么，我错没错过互联网，错没错过人工智能这些东西在巴菲特这都是不存在的。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这个就是没有杂念。他刚才里面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但是可能有点拗口，我稍微解释一下。他就说股市明天就要关闭了，关闭5年。那么我今天找到了一家符合我的投资条件的好公司，那我今天还买不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么巴菲特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你股市关闭不关闭，对这是不是一家好公司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我肯定照样买反过来说，如果
你因为证券交易所要关闭5年，你就不想再持有这只股票了，那只能说明你本来也就不该持有这只股票。我分析巴菲特的思想，它的核心是要找确定性。你怎么找确定性呢？你首先要做一个区分，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比如说你扔一个硬币，你无法预测它是正面向上还是反面向上，你每一次扔硬币的结果是不可知的。那么你可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扔1000次的话，它正面向上的概率会非常接近50%。因为扔很多次硬币的统计学结果，它是由硬币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那一个公司的股票，它明天可能上涨，也可能下跌，这个是由无数的因素，这市场中所有的参与者多重的复合的博弈决定的。所以短期的涨跌呢就不可知。那么你可知的是什么呢？一家有护城河的好公司，它5年之后大概率会比那些没有护城河的对手活得更好，这个是可知的啊，这是一样道理啊。那么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事物它本身的属性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那些微小的扰动、复杂的不可知因素，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就不再具有显著的决定性了。我觉得价值投资呢和找对象挺像的。第一呢，你不用去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然后试图找到那个最好的人，当然你肯定也做不到。你只要是在你接触到的范围里找一个你能看懂的、你欣赏的、符合你标准，同时你也符合他标准的人就可以了啊！你们要对对方满意，这个是最重要的。你不要有其他的杂念，也不要试图去和别人比输赢。第二呢，你做出这个选择，看重的是这个人本质上的一些东西，他的人品啊、性格啊、三观啊。那么在未来漫长的时间里呢，他的这些品性会让你的家庭持续的受益。你们未来的人生肯定是有风风雨雨的，但是你要相信啊，这些不容易变化的品性会帮助你们去度过那些困难的时刻。所以只要这个人的本质没有变，那你就应该长期持有，对吧？所以你找对象的话，就要回归一个人的本质去做出判断。那你价值投资的话，你就要回归一家公司的本质去判断啊。你说你跟一个人结婚，然后刚走出民政局，他摔了一跤，然后你就要跟人闹离婚，那这个不是神经病吗？对吧？就像巴菲特说的，你买了一个股票，第二天它跌了，你就怀疑你这个投资是不是错了，那不就是疯了吗？所以你看巴菲特他很智慧的地方啊，在于他不去和不可知的东西去较劲，他不在那种事情上去浪费1秒钟，他就只去找那些具有确定性的比较本质的东西。而但凡是比较本质的东西，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那么他就长期的持有，用巨大的耐心慢慢的等待它释放出自己应有的价值。这个就是尊重常识，大道至简。我觉得巴菲特的投资哲学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它不仅说你怎么去做投资啊，我觉得这个思想可以用在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上，包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上面，就是回归本质，长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你比如说考高分的秘诀是什么？那就是你认认真真听课，然后写好作业，扎扎实实搞清楚每一个知识点，对吧？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你说事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那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解决别人的问题，为别人创造价值。那么别人付给你钱，是你创造了价值的一个结果。得到尊重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去成为一个值得被尊重的人啊！就是凡事你要回归到事物的本源，然后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要去投机取巧，然后知行合一的去做就可以了。叫埋头种因，然后那个果呢是水到渠成的啊。说这么多啊，就是价值投资它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它的道理每个人都能明白，而且你明白了这一件事呢，你就明白了所有的事儿。我觉得巴菲特啊，像段永平啊这些人，他的成功肯定是很难复制的。我们就算是学习了他们的思想，学习怎么去做投资，怎么做事情，我们大概率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我相信他们这套理念啊，用这套很本分、很回归本源的理念去做事情，并且做好自己的话呢，我相信我们会少走很多的弯路，我们的人生旅程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体验。